你知道吗？在越南居然可以绑架女生当老婆，都什么年代了，这样做还合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荷蒙族的抢婚文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知道吗？越南境内的少数民族荷蒙族呢，到现在仍然保有特殊的抢婚文化。在新年期间呢，男性可以绑架喜欢的女生回家当老婆。那如果女生无法自行逃脱，就只能够被迫结婚。越南导演何黎燕在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花了3年的时间跟拍主角齐，记录齐从12岁到15岁的成长，以及他被抢婚的经过。那到底荷蒙族的抢婚是怎么样进行的？其最后有被抢走吗？这样子的文化还应该存在吗？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我们简易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抢婚又叫做掠夺婚或是抢亲，是指呢说用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迫别人建立婚姻的行为。那这样传统呢存在人类历史很久哦，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当中都曾经出现过。研究认为，抢婚的起源可能是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时出现的一种制度。因为在父权的结构之下呢，男性可以借由抢婚展现出他的男子气概，并且巩固自己在家的权威；而女性在婚后会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为对方的家族提供生育跟劳动力。此外呢，抢婚也比较常发生在比较贫困的社会阶层。这是因为呢，条件好的男性不怕没有伴侣，但相对贫穷、教育程度低落或是患有疾病的男性，就可能会娶不到老婆。他们可以呢，透过抢婚，某种程度上面解决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状况，让社经地位比较弱势的家庭也可以传宗接代。而随着社会变迁性别人权意识抬头，在现代社会当中，抢婚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是在部分的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文化当中呢，这样传统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含了越南的荷蒙族。荷蒙族是越南法定53个少数民族之一哦。在荷蒙族的文化当中，新年期间男性可以抢走自己喜欢的女生回家当老婆。那要是女生没有办法自行逃脱，就只能够跟男方结婚。那当然，这也是会有那种男女双方互相喜欢，但为了仪式感，大家还是来走个流程，做样子的抢婚。可是如果女方没有意愿，男方还是不断进攻，就很有可能演变成绑架或是性侵，这种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会被视为犯罪的案件。但是在荷蒙族文化都认可抢婚的前提之下，荷蒙族的男性如果抢婚并不会受到谴责，而女性呢也很可能因为被性侵绑架之后，不想让家族蒙羞，最后迫不得已就只能够结婚。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纪录片当中的主角齐。齐是一个普通的荷蒙族小女生她跟家人呢住在北越山区，平常生活单纯，除了上学就是在家里帮忙务农。休息的时候呢，其实喜欢跟朋友一起玩，他们会玩一种叫做抢新娘的游戏，有点像是鬼抓人结合了扮家家酒。游戏之前呢，他们会分配角色，有人呢会演抢亲的新郎，有人呢会演女方家长，当然也有新娘。而游戏呢也不止抢新娘的桥段而已，在新郎抢到新娘之后呢，新郎还会跟女方家长提亲，甚至连新娘离家跟家人道别的桥段也都会在游戏当中呈现。也就是说，荷蒙族的孩子呢，其实从小就知道抢婚习俗的存在。对于这些小女孩来说呢，当你被男生抢走的时候，就是童年结束的时候。纪录片当中提到，齐的姐姐拉呢，在15岁还在念高1的时候就被抢婚，后来就没有继续的升学。拍摄期间，拉才17岁就已经怀了第2胎。齐在看到姐姐的经历之后呢，就向导演表示说自己不想要跟姐姐一样。他觉得姐姐原本只是想玩玩谈个恋爱而已，没有想到童年就此结束。齐强调自己才不会这么天真。那虽然话是这么讲但齐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也开始对恋爱感到好奇。
在纪录片当中，导演不只拍到他跟男生讲电话聊天，在跟朋友的对话当中，其实也提到自己有过前男友，但因为对方劈腿就分手了，感情发展的不是很顺利。后来呢，他在一场新年活动里面认识了一位叫做旺的少年。短暂聊天之后呢，齐决定跟着旺回家。离开的时候，旺还要求导演不要跟着他们，强调自己很正派，会先问过齐的父母，不会随便绑架齐。不过齐毕竟还是个小孩啊。那天晚上呢，导演非常担心齐的安危哦，害怕齐被绑架，甚至被卖掉，于是主动询问齐的爸爸要不要全家出动去对方家把齐接回来。但是爸爸给出的回应是：我可以，但我不要，这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父母不应该介入。还顺势分享，我老婆也就是齐的妈妈，当初也是调皮哦，下午4点后还在外面，就这样子被我抢过来了。不久之后，旺的家人就来到了齐的家里拜访。旺的家人呢，拿出各种山珍海味款待齐的父母，积极的想要讨论像是嫁妆啊、结婚费用等等的细节。而至于齐的父母立场则是有点摇摆哦，他们一方面表示不反对孩子结婚，但希望听听孩子的意见。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考量到民族一直以来的文化，自己也是透过抢婚而结婚的。再加上呢，齐还有个弟弟，如果齐现在拒绝被抢婚，那弟弟以后要抢其他人家的女生就会有点尴尬。后来齐在电话当中呢，跟妈妈说，旺的家庭状况很不好，不止没钱哦，家人还有酗酒的问题，他不想要跟对方结婚。那虽然妈妈嘴巴上面说会尊重齐的决定，但在齐回家之后，双方长辈又一直想要凑合他们。齐觉得没有人站在他这边，决定跑到学校寻求老师的帮忙。学校在知道齐的处境之后呢，来到了齐的家中，试图开导双方家人。他们的立场是，根据越南的法律，不论种族，不论性别，即使互相喜欢，双方呢还是要达到法定年龄，也就是18岁才可以结婚。这个时候的齐呢只有14岁半，旺也是未成年人哦，结婚不止太早，而且还违法，应该要等到他们成年再说。那有了校方的支持呢，齐的父母就趁机婉拒了旺的家长。而齐确定自己有不结婚的权利之后呢，更直接狠下心拒绝这个旺的追求，说现阶段他想要继续念书。不过就现实层面来说，荷蒙族有许多的女性呢都是未成年就被迫成家，所以对于旺的家人来说呢，法律的约束力并不强，他们还是认为齐在跟着旺回家之后，就算是他们家的人了。后来呢，旺干脆带着全家人来到齐的家，打算把他直接给抢走。没有错，就是物理上面的抢走。不愿配合的齐呢，直接原地坐下，让大家没有办法把他拉走。但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呢，旺的家人们还是强行把齐从地上抬起来，将他整个人暴力的拖到门外，并要他别想太多，跟我们走就对了。过程当中呢，齐不断尖叫哭喊他不要结婚，甚至对一旁拍摄的导演求救，要导演出手救他，场面非常混乱。最后因为齐的激烈反抗，再加上有镜头在拍摄，大家觉得事态不对劲了，才终于放手呢，把齐给放了下来。而后来呢，齐跟旺在喝下分手酒之后正式分手，齐也终于呢逃过了被抢婚的命运。而在镜头之外呢，导演在后续的受访当中也提到，齐的学校成绩非常的优秀，有拿到奖学金可以继续升学。而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齐也已经步入婚姻，成为一位妈妈了。这次会选择这个主题哦，其实是我们企划呢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有去电影院看，对于抢婚的现场非常印象深刻。不管是旺那边全家族人的坚持，或是齐一人的奋力抵抗呢，整个过程都超级直接、非常震撼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看得实在是非常的心疼。另外呢，导演除了聚焦这个抢婚议题哦，在纪录片当中也拍摄了不少荷蒙族人生活，跟我们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这边呢，也想要推荐大家亲自去看看这部作品。好的，那话说回来，从我们的视角出发，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抢婚的习俗很野蛮，但是对于当地社会来说，抢婚却是非常正常的行为。对当地的男性来说呢，抢婚可能是一种从群体角度出发，让家族能够延续下去的制度。而对于当地的女性而言，就像是齐的妈妈来说，就觉得女方毕竟是被抢走的，男方有义务要照顾好女生。婚后如果发生冲突，至少还可以怪给老公，要他负责，这样其实也不错。那当然，以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价值观哦，也就是用个人角度来看，大家不分性别、自主权呢，都应该要受到尊重。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也应该要有机会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们猜测，可能就是这个出发点的差异，导致我们在看抢婚文化时会产生矛盾跟不舒服的感觉。不过，就像导演说过，他拍摄这部片的原因，并不是想要去检讨议题本身，因为这个议题呢实在是太过复杂，夹杂了许多文化历史的脉络，需要去理清。对他来说，只希望呢可以让大家看见这些人们所经历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对于少数民族的抢婚文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应该要有公权力强行介入取缔哦，废除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并应该要透过积极的教育，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讯，说不定他们接触到不同的价值观之后，也会愿意改变。
自己还是尊重吧，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没有必要去逼他们改变。第七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迷雾中的孩子。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尼泊尔女神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